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风月不相关古偶遇上氛围美学，邓为如何用眼神重构观众心跳？在古装剧同质化严重的当下，风月不相关如一缕不染尘埃的清风，未波先热。而其中最受关注的，并非剧情走向或豪华制作，而是邓为带来的氛围感、视觉冲击力。一种无需喧哗、自带余韵的存在感。它不靠高调营业抢镜，只凭一眼一瞬，便令无数观众心生涟漪。这种特质让它不仅成为这部剧的视觉锚点，更可能重塑古偶男主的美学范式。氛围感不是标签，而是一种气质系统。所谓氛围感，并非单一维度的颜值堆叠，而是情绪、气质、肢体、服化之间的一种有机共鸣。邓为的氛围是复杂的，外表清冷，内里温柔，神情克制，却情绪丰沛。它不属于传统古偶设定中霸道或温润两极，而是一种更符合当代观众心理投射的第三类男主，沉静中带着张力，疏离中藏有情感。在静态剧照中，他像从宋人水墨画中走出的人物，眉眼低垂间便有故事；而在动态镜头里，他的每一次转头，每一个驻足，眼神中都藏着情绪线的起承转合。相比一些表演痕迹明显的男演员，邓为的演技偏静，却不寡淡，恰恰是他的慢火细钝，成就了角色的长情回响。造型设计上，他的古装避开了常见的高束发髻，留几缕垂鬓，既有文人风骨，也具少年感。服装亦巧妙弱化结构线，改良肩袍与袖长，使其步履之间更显飘逸感，强化那种不可接近的空灵气质。这恰是氛围感最迷人的要义，既具象又抽象。视觉语言的革命，从文字意境到镜头诗性。改编自白鹿成双同名小说《风月不相关》，在文学与影像之间完成了一场精巧的美学翻译。从文学意境到影像氛围，团队极度重视氛围及叙事的表达方式，不靠大段对白，也不依赖煽情音乐，而是用光影、色调、构图去讲述一个个潜流暗涌的心事。譬如原著中反复出现的杏花落间意象，在剧版中被精准复刻。邓为一袭素衣立于树下，风起花落，肩上堆满半影，而他神情不动，气定神闲。一幅画面中既有风月无边，也有人物孤影。这不是简单的还原，而是氛围塑造力的诗意实践。视觉总监韩明熙带领的团队深谙这种氛围构图法。他们将传统东方审美与现代光影叙事结合，从镜头语言中提炼出一种慢节奏张力。尤其邓为的镜头调度极具仪式感，推镜中的凝视，背光下的剪影，雨中细雨打鬓的低头一笑，每一帧都像画廊中能驻足的画作。演技的眼神结构，顶级古香的情绪表达学。如果说氛围感是一种整体气场，那么眼神就是最精准的核心输出器。而邓为恰恰是眼神戏的高手，他的眼型本就具备古典韵味，内眼角略带下垂，外眼角微挑，自带一种疏离与欲言又止的情绪张力。更难得的是，他能将这种五官优势转化为角色语言。片花中有一幕，他望向女主，从最初的冷淡到逐渐松动，只用一次眨眼的时间，就完成了人物情绪的递进。眼神是流动的，而它让人感受到，那是情绪的层次感，而非情绪的表演。导演陈嘉上坦言，邓为像是诗人一样理解镜头，他常常第一条就给出情绪精准的表演，不需多调度。这种对光影的本能理解，对摄影机的天然亲和，是演员中极为稀有的素质。许多演员需要靠反复尝试才能找到角度，
而邓卫自带构图感。他不只是演，他在呈现。连影后惠英红也不吝赞赏，他的眼睛会说话。这种高度的眼神控制力，放在同龄演员中几乎没有对手。4. 行业破局者，古偶困境中的美学实验。从产业视角看，风月不相关的意义不仅在于邓卫的个人美学实践，更在于他对古装剧集类型的创新试探。当下古偶剧陷入工业复制、同质化滤镜、脸谱化人设、流水线剧情，使观众审美疲劳。该剧选择回归传奇成长类型，强调人物命运的厚重感，而非爱情素食的糖分堆积。这种叙事策略更依赖演员的细腻内功，恰好匹配邓卫这种慢节奏深前行的表演路径。邓卫饰演的角色不再是主角光环下的完人，而是一个在权谋风云中坚持信念，在情感试炼中挣扎求索的青年。他有锋芒，也有软肋，有孤傲，也有破防。这个角色不再是偶像滤镜下的空壳，而是一个真实、复杂的文学式人物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邓卫的表演才显得那么值得等。业内评论指出，邓卫现象标志着新生代演员开始摆脱流量路径，转向内容驱动与氛围塑造的双重挑战。这是一种结构性转变，也是观众审美成熟的表现。从过去对颜值及正义的盲目消费，转向气质及共鸣的深层体验。风月不相关尚未开播，仅凭邓卫的路透与物料，就已连续多次登上热搜。这种氛围及传播的效应，正是传统视听逻辑中最稀缺的。它不需要剧情反转做刺激，不需要营销炒作造人设，而是靠一种由内而外的美学渗透，精准击中观众心弦。邓卫的出现，让我们看见，原来男演员也可以不强装霸气，而是用克制、用眼神、用氛围去建立情感链接。原来古装剧也可以不靠神仙打架、满屏特效，而是用影像与表演构建细腻的情绪地貌。在这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，能让人停下手指驻足的画面，才是最有力量的艺术。邓卫正是用他的沉静之姿，让我们重新理解心动的标准。他不是高调张扬的顶流，却可能是下一阶段古欧美学的答案。风月不相关未播，氛围已至。或许这不仅仅是一部剧的预热，而是一种审美方向的觉醒。而邓卫正站在这场转变的中心。